各位福满生活的朋友们，我是黄正雄。不知你是否感到手中的钱越来越不经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你一定要听完接下来的话，因为这不仅关乎日常消费，更关乎未来几年的安稳。经济周期如同四季交替，繁荣之后常有调整。如今，连顶尖机构都发出预警，2026年美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风险，可能是一场股市崩盘，直接引发衰退。原因在于，约有250万依赖股市财富提前退休的超额退休人群，一旦股市下跌，其消费力将迅速萎缩，冲击整体经济。全球相连的今天，远方的波动也可能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因此，与其心怀侥幸，不如提前为家庭财富筑起防线。今天我就与你分享，为了平稳度过未来的波动期，有哪9种钱我们必须捂紧口袋，不能再随意花费。首先，我要说的第一种，就是绝对要停止使用高利息的信贷去进行非必要的消费，特别是为了面子的超前消费。我知道现在诱惑太多，各种购物 APP 都在用分期免息撩拨你的心，让你觉得每个月还一点点毫无压力。但朋友，这正是最危险的温水煮青蛙。你有没有仔细算过，那些所谓的日息5%的网贷，实际年化利率可能轻松超过 15%， 甚至 20%。 你想一想，除了极少数的投资天才，有谁能保证自己的投资每年稳定赚 20%？ 那你为什么要反过来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以这么高的利息送给金融机构呢？更危险的是，一些不规范的机构还会用债务重组等噱头诱导你借新还旧，中间夹杂着各种手续费、垫资利息，最后让你掉进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的陷阱。在经济平稳时，你或许觉得这点债务不算什么，可一旦外部环境有变，收入受到影响，这些每月雷打不动的还款就会变成压垮骆驼的每一根稻草。所以，从今天起，清理你的债务列表，停止为了最新款手机、名牌包去透支未来。记住，在充满不确定的时期，充沛的现金流就是你最重要的氧气。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想，我不借钱消费，但我用自己的存款买辆好车奖励自己总行吧？这就引出了我要说的第二点，请尽量避免购买溢价过高的全新燃油车。车子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是一个从你买下那一刻就开始贬值的纯粹消耗品。以前我们说落地打8折，现在的环境下，燃油车面临的挑战更大。一方面，新能源车的技术迭代快得惊人，800伏高压快充平台已经下沉到10万级别的车型，充电速度堪比加油。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也在转变。2026年起，新能源车的购置税优惠将从全免转为减半，这都让传统燃油车的保值率充满变数。想象一下，你一咬牙贷款买了100万的豪车，开出 4S 店大门，可能10几20万就蒸发了。这笔钱如果省下来，作为家庭的紧急备用金，在关键时刻可能就是好几个月的生活保障。而且，豪车背后的隐性成本、高额保险、精细保养、昂贵油费，每一个都是持续的出血点。如果你确实需要代步工具，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可靠的二手车，或者性价比极高的国产新能源车，完全能满足需求。当别人在为豪车贷款焦头烂额时，你开着一辆经济实用的车，手里握着现金，心里那份从容和底气才是真正的体面。既然谈到了投资性的消费，我们就必须聊聊的3个最容易让人血本无归的坑，那就是把你用来保命的钱投到自己完全不懂的高风险投机项目里。这里包括那些被热炒却毫无业绩支撑的股票，价值波动剧烈的虚拟资产，以及各种听起来像是一夜暴富机会的民间项目。经济调整期来临前，市场往往会出现一种最后的狂欢，各种造富神话满天飞，让你心痒难耐，生怕错过。但请你冷静地想一下，如果真有这样轻松赚大钱的秘籍，别人为什么要无私地分享给你？他们图的是什么？很多时候，他们图的就是你口袋里的本金。真正的财富保值，首先求的是稳。在理财上，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
先留足救命钱。这笔钱要能覆盖家庭6个月到1年的基本开销，以应对疾病、失业等突发状况。这笔钱应该放在货币基金或者现金管理类产品里，保证其高度的流动性和安全性。只有在安顿好这笔保命钱之后，我们才能去考虑用闲钱进行更长期的、风险可控的投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看不懂的高风险的投机，宁可错过，也绝不要做错。守住了本金，你就已经赢过了市场上大多数的人。接下来我要说的第4点，可能触动很多华人朋友有房才有家的传统观念，但我必须提醒，现在绝不是盲目加高杠杆，进行超出自身能力房产升级的好时机。我们必须看清大环境，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长期的繁荣后，正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盘整阶段。有国际评级机构预测，2026年的房地产市场可能继续温和收缩。在这样的高利率环境下，背负巨额房贷的压力是惊人的。如果你为了追求更大的面积、更好的学区，掏空家里所有的积蓄付首付，再背上每月占据收入一大半的月供，这无异于在走钢丝。一旦经济下行，个人收入受影响，而房价又未如预期上涨，甚至下跌，你就会陷入负资产的困境，那种焦虑足以压垮一个人。我并不是劝大家不要买房，而是强调要量力而行。如果你现在有房住，请不要轻易折腾去换大换好。如果你是首购族，也要精算压力，确保月供在安全线以内，并且手中一定要留有足够支撑至少1年以上房贷的现金储备。房子应该是带来温暖的港湾，而不是让你日夜焦虑的源头。除了房子、车子这些大件，我们生活中其实充满了各种悄无声息偷走我们钱的刺客，他们单次金额不大，但累积起来却极为可观。这就是第5点，要坚决抵制为了炫耀和虚荣心而冲动购买的奢侈品。打开社交媒体，人人都在晒名牌包、限量球鞋、昂贵手表，好像拥有了这些就拥有了某种身份标签，但这恰恰是消费主义为我们编织的最大幻梦。在经济好的时候，买个心仪的物件犒劳自己无可厚非，但在需要击鼓防饥的时期，这些奢侈品就是最不实用的负资产，它们的变现能力极差。当你真正急需用钱时，会发现当初花几万块买的包包，在二手市场可能连3折都卖不到。更可怕的是狄德罗效应，你买了一个昂贵的包，就会觉得需要搭配更贵的衣服和鞋，然后需要去更高档的场合。一个单品会绑架你整个消费体系，让你陷入无止境的追逐。真正的底气和阶层，从来不是由外在的 logo 定义的，而是由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你面对风险时的从容不迫来定义的。把买奢侈品的预算省下来，用来投资自己的健康、家人的保险或者孩子的教育，这些才是真正无法贬值的奢侈品。与奢侈品这种显性消费相对的，是第6种更隐蔽的浪费，那些你根本不用，却每月都在自动扣费的订阅服务和沉睡的健身卡。现在是订阅制的时代，看剧、听歌、修图、买菜，甚至读新闻都要会员，每一笔看起来就几十块，不痛不痒。但请你现在就打开手机的订阅列表，好好算一算，把所有这些小钱加起来，1年下来可能就是好几千甚至上万块。这其中最大的骗局可能就是健身房年卡。多少人年初信心满满，花上万把块办了卡，结果全年就去过2、3次，算下来每次运动的成本高得吓人。在需要节流的时期，我们必须学会给生活做减法，认真审视每一个自动扣费的项目，问问自己，这个服务我上周用了吗？上个月用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果断取消。运动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社区公园跑步，在家跟住免费影片跳操，同样能达到效果。砍掉这些不必要的自动扣费，不仅是省钱，更是夺回对自己财务和生活的掌控权。我们已经聊了6种需要警惕的消费了，如果能做到，你的财务健康度一定会大大提升。但接下来的3点更贴近我们的日常习惯，
也更难戒除。在继续之前，我想请你为这个视频点个赞，你的支持是福满生活频道持续分享这类钱货内容的最大动力。好，我们继续。第7种不能花的钱是消耗在过度频繁的无效社交和高档餐饮上。人是社会动物，需要朋友和应酬，但我们需要分清楚，哪些是滋养身心的真诚交流，哪些只是浪费金钱和时间的虚应故事。你想一想，那些喝得酩酊大醉，除了吹牛攀比毫无意义的酒局，那些人均消费几千元，吃完却记不住味道的高档餐厅，除了带给你肠胃不适合的2天头痛，还留下了什么？在经济下行期，这种社交是巨大的资源浪费。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在路边摊请客就轻看你，真挚的情谊在家里炒几个小菜反而更能温暖心灵。而且减少外食，学习自己做饭，不仅能省下一大笔钱，更是对健康负责。外卖和餐厅为了口感，常常高油高盐，长期下来对身体是种负担。把钱和时间省下来，回归家庭厨房，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纯粹、更踏实。紧接住的7点，第8点是很多年轻朋友的重灾区，那就是盲目追逐电子产品和快时尚的快速迭代。手机厂商每年甚至每半年就推出新机，用各种新功能告诉你不换就落伍了。快时尚品牌每周上新，用海量款式刺激你的购买欲。但我们冷静想一想，你手里2-3年前买的旗舰手机真的不能用了吗？它的性能对于你回讯息、刷视频、拍照的核心需求真的不够了吗？多半不是，你只是被商家创造的需求和焦虑绑架了。同样，那些廉价的快时尚衣服往往洗几次就变形、起球，最后堆在衣柜角落成为垃圾，这不仅浪费金钱，也不环保。我们应该倡导一种精要主义的生活态度，购买电子产品，坚持用到它真的寿终正寝。购买衣物，宁可少买，也要选择材质好、版型佳、能穿多年的经典款。当你从这种无休止的物质追逐中解脱出来，你会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富有感。最后的9点，也是利用人们焦虑情绪最具欺骗性的一种，那就是劣质的知识付费和速成暴富课程。每当经济有波动，大家感到迷茫和焦虑的时候，这种课程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什么3天学会财商，实现财务自由，短视频带货速成班，月入10万不是梦，抓住下一波风口，元宇宙投资指南。他们用华丽的包装和激动人心的话术，瞄准的就是你渴望快速改变现状的焦虑心。请你务必记住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如此轻松赚大钱的秘诀，为什么不自己闷声发大财，反而要大张旗鼓的来教你？他们的盈利模式很可能就是赚取你的学费。真正的知识和技能，其积累过程必然是枯燥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与其花大价钱买这些智商税课程，不如静下心来读几本经典的经济学、投资学书籍，或者在可靠的平台上寻找优质的免费公开课。在工作中虚心向经验丰富的前辈请教。你的焦虑不应该成为骗子眼中的肥肉。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我黄正雄为大家梳理的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时，我们绝对要警惕的9种花费。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第1，高息消费贷；第2，溢价燃油车；第3，盲目投机；第4，超负荷房贷；第5，虚荣奢侈品；第6，无用订阅；第7，无效社交；第8，跟风消费；第9，劣质课程。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也不能花，那也不能买，生活还有什么乐趣？这不是要把人变成苦行僧吗？朋友，你误会了。我们节省这些钱，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过苦日子，恰恰相反，是为了获得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选择权。当我们把这些非必要的、高风险的支出砍掉，我们就积累下了宝贵的抗风险资金。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当经济的风暴来临时，很多人因为债务缠身、现金枯竭而夜不能寐，惶恐不安。而你因为提前做好了准备，没有债务压力，手握充足的现金储备，
车子虽不新但可靠，房子虽不大但没有贷款，身体因为健康饮食和锻炼而状态良好。这时，你不仅能从容面对风浪，甚至有可能在别人被迫低价抛售优质资产时，有能力去审慎地把握机会。这才是真正的深谋远虑，才是对家人最深沉的爱。而且，不乱花这些钱，不等于不能享受生活。我们可以把钱花在真正提升生命质量的地方，比如购买更新鲜健康的食材，为家人烹调爱的晚餐，比如投资一门真正感兴趣的课程，充实自己的内心，比如规划一次性价比高的家庭旅行，创造美好的共同回忆。这种内心的充盈和家庭的温暖，是任何名牌包都无法给予的。从现在到2026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很可能是一个现今为王、胜者为王的阶段。我们不必去羡慕别人一时的风光，要比就比谁的根基更稳，谁的韧性更强。我们要像勤劳的松鼠，在冬天来临前，耐心地储备粮食，加固巢穴，以安然度过寒冬。我由衷的希望所有的预警都是多余的，希望2026年风调雨顺，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但作为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我们必须具备底线思维，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如果风浪没有来，那你攒下的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可以用来实现更大的梦想。如果风浪真的来临，那你就是那个能在风雨中依然安然入睡的人。这期节目的内容很长，感谢你耐心的陪伴。如果你觉得这些话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和帮助，请你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在乎的家人和朋友，让我们在变化的时代里互相提醒，抱团取暖，一起守住我们的财富与幸福。我是黄正雄，我们下期福满生活再见。